特朗普虽然不肯服老，但是年龄不饶人。就算他在2024年大选当中赢了，入职的时候也已经就79了，到2028年任期结束的时候就已经82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说的是特朗普控制了共和党，他要是再选总统，你支持不支持？特朗普虽然离开了白宫，但是没有离开政坛。最近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积极活动，利用自己强大的支持力，迫使整个共和党的高层向他妥协。现在共和党基本上就成了特朗普的党，这就为2024年的大选奠定了基调。特朗普肯定要跳出来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打一场激烈的选战，而且因为拜登政府将国家治理的一败涂地，民主党的议会选举已经惨败，特朗普竞选获胜不是没有可能呢。相信我们中国有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特别希望特朗普能够重回白宫担任美国总统，那会让人很开心的。特别是期待着他每天在推特上胡言乱语把美国的治国理政变成一个个讲不完的笑话。当然了，笑话的背后是美国政治体制的重重危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严重的撕裂。特朗普的笑话越多，我们对美国社会革命就越有期待。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资本集团的代言人，虽然在美国内部的传统认识中，民主党是倾向于低收入的阶层和有色人种的，而共和党是倾向于资产阶级和白人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资本集团玩弄选举政治的工具。两个党一方面表演着风水轮流转的闹剧，让美国人有一种我可以选代言人的错觉，另一方面也利用国会这个场所为不同的资本集团争取利益。不管哪个党，在政治选举的氛围中都养成了一种虚伪的陋习。正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所说的多数美国总统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使者，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财产。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这么干的。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用民主自由的幌子轰炸了南斯拉夫，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理由占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但是特朗普和他们都不同老特从不掩饰，他就是为美国崛起利益而来的，就是要从其他国家直接的掠夺财富。所以如果推选美国历史上最诚实的总统，特朗普恐怕是得票最高的。如果说特朗普参加2024年大选有什么风险的话他的年龄可能是个最大的问题。特朗普生于1946年，到时候就78岁了，和今天的拜登同岁。拜登上台以来，在公众面前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举动，比如上飞机的3连摔，莫名其妙的下跪，容易忘事儿，这都与年龄有关的。特朗普虽然不肯服老，但是年龄不饶人。就算他在2024年大选当中赢了，入职的时候也已经就79了，到2028年任期结束的时候就已经82了。干美国总统这个活并不轻松要随时随地的处理各种突发的事件，需要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果发生战争可能还要在指挥所里面坚持很长的时间。老特身体到底能不能行，这是个最大的变数。有人可能会奇怪，美国不是一贯嘲笑社会主义国家搞老人政治吗？怎么今天的美国只能在几位70、80岁的老人当中选总统呢？这是因为美国两党的政治人才已经枯竭了。作为美国的总统，50、60岁的人应当是最合适的。但是从最近几年美国总统的选举、议会的选举的情况来看，这个年龄段的政客当中有号召力、有行动能力，可以称得上是政治明星的，一个都找不出来。现任的副总统哈里斯完全是民主党为了迎合少数族裔而选出来的陪衬，望之不似人君这种万马齐喑、梯队断档的现状，不正是一个帝国王朝进入隆中末年才会出现的征兆吗？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